大家现在从屏幕上看到的是 SpaceX 的年度火箭发射数量统计折线图。这张图表统计了从2002年 SpaceX 公司成立到2024年年底这22年间公司火箭发射数量的变化情况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里统计的仅仅是火箭进行入轨发射的情况，这其中并不包括单子级试验发射的情况。不难看出，从2002年公司成立到2011年 SpaceX 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起步过程。事实上，在这个阶段 SpaceX 正在摸索自己未来发展的方向。从2011年到2021年 SpaceX 在这段期间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期。后来我们知道，在这段期间猎鹰9号火箭逐步走向成熟， SpaceX 稳定了产品质量，并实现了一级火箭回收复用的创举，这为它后来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从2021年到现在，得益于猎鹰9号稳定的性能，公司的年度火箭发射数量呈爆炸性的增长，而商业航天市场也随着火箭发射价格的降低而快速成长，越来越多的商业航天公司纷纷涌现。同时，在 SpaceX 下一代的核心产品星舰也在快速成长。星舰目前已经完成了7飞，即将就会迎来8飞。未来如果星舰能够取代猎鹰9号，将会使航天发射的成本进一步降低，商业航天市场也将被进一步激活，普通人进入太空的愿景可能在不久以后就能实现。SpaceX 之所以能在现在呈现出爆炸性的增长，其实是与其猎鹰系列火箭的成功分不开的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土拨鼠杂技。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不妨来回顾一下猎鹰9号系列火箭的发展历程，看看 SpaceX 是如何通过它快速发展起来的。猎鹰系列运载火箭其实包括了猎鹰1号、猎鹰5号和猎鹰9号3型火箭。猎鹰1号火箭是 SpaceX 推出的第一款产品。现在看来，猎鹰1号仅仅是一个试验性产品，它更像是猎鹰9号的技术验证品。猎鹰1号火箭被设计成一种1级可回收的小型2级液体运载火箭。不过与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猎鹰9号火箭的1级回收方式不同，猎鹰1号的1级是通过降落伞在海面上回收的。事实上，早期的猎鹰9号火箭也计划采用这种回收方式，只不过后来被效率更高的受控着陆回收来取代了。猎鹰1号火箭长 21.3 米，直径 1.7 米，起飞重量 27.2 吨，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只有570公斤。在研制猎鹰1号火箭的同时， SpaceX 还开始了1级火箭和2级火箭所需的发动机的研制工作，也就是梅林和红隼发动机。在猎鹰1号上，1级火箭安装了一台梅林发动机，而2级火箭安装了一台红隼发动机。要知道，在当时 SpaceX 还是一家初创公司，各项配置还不是很齐全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想独立研制发动机的难度是非常大的。马斯克为什么非要自研发动机，而不是更简单快速地向其他供应商采购发动机呢？其实这个原因很简单，那就是马斯克不想在未来被别人卡脖子。他从一开始就非常注重关键产品的自研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日后被别人所操纵。后来的事实证明，马斯克的这一项决策是无比正确的。现在中国众多的民营火箭公司纷纷自研发动机，也是受了这个影响。有点扯远了，让我们还是回到发动机上。梅林发动机是目前猎鹰9号火箭仍在使用的发动机，有很多种不同的型号，从猎鹰1号的梅林 1A 到还没有参加过飞行实验的梅林 1B 和梅林 1C， 再到现在猎鹰9号使用的梅林 1D， 不断的更新迭代。而红隼发动机作为猎鹰1号火箭2级火箭所使用的发动机，则随着猎鹰1号退出历史舞台和猎鹰5号的夭折，最终消失了。
猎鹰1号火箭的首飞呢，是在2006年的3月24号。这次首飞，火箭在升空后不久就因为燃料泄漏而发生了爆炸。在这儿我要多提一句，星舰首飞的时候也曾经发生过燃料泄漏，并且引发了爆炸。但星舰首飞的爆炸是在地面控制下自爆的，而猎鹰1号的这次爆炸则完全是不受控的。这个时候的 SpaceX 在航天上还只是个小学生。猎鹰1号的第二次发射是在2007年的3月21号，这次火箭成功地实现了1、2级分离，但在起飞后大约300秒的时候，2级火箭失控，并在305秒的时候与地面失联，二飞又失败了。第三次发射是在2008年的8月3号，这次火箭的点火升空都堪称完美，1、2级分离也干净利落。但是就在1、2级分离后不久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了。分离后的1级火箭再次点火，竟然由于推力太大，再加上没有了载荷和2级火箭，质量减小，1级火箭的飞行加速度大于前面的2级火箭。就这样，1级火箭最终撞向了2级火箭，搞了个太空追尾。猎鹰1号的第4次发射是在3飞后1个多月的9月28号，这次SpaceX 终于取得了成功，这也使得它成为首个完成入轨发射的私营航天企业。不过，虽然在火箭发射上取得成功，此时 SpaceX 却已经面临破产。难道刚刚起飞的雏鹰就要折翅了吗？2008年12月，就在圣诞节前2天，NASA 宣布把价值16亿美元的向国际空间站运输货物的合同交给了 SpaceX。就是这16亿美元，使得 SpaceX 得以继续运营。因此，从某种程度上，我们可以说，没有 NASA 就没有 SpaceX。所以，大家不要为现在他们之间偶尔出现的争吵而为 SpaceX 感到不平。NASA 其实是 SpaceX 最重要的合作伙伴。2009年的7月14号，猎鹰1号进行了它的第5次，也是最后一次发射，把马来西亚的地球观测卫星送进了预定轨道。随着第5次发射的结束，马斯克决定停止猎鹰1号的生产和发射，转向 SpaceX 的下一型火箭。其实，早在2003年，马斯克就提出了猎鹰1号火箭的后继型号猎鹰5号火箭。这是一款不可回收的中型2级液体运载火箭，长29米，直径3.7米，起飞重量130吨，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大约是4.2吨。从运载能力上看，这大约和蓝箭的朱雀2号火箭差不多，但从外形尺寸和起飞质量上看，却要比朱雀2号小很多。看来 SpaceX 在结构优化和勇于设计管理上更胜一筹。猎鹰5号的1级预计安装5台梅林发动机，而2级则安装2台红隼发动机。马斯克甚至曾经想在范登堡、卡纳维拉尔角、马绍尔群岛的夸贾林、克迪亚克岛和瓦拉普斯岛建立5个猎鹰5号火箭的发射场，真可谓是雄心勃勃。不过最终猎鹰5号的设想没有能够得到实施。没能得到实施的原因也很简单，马斯克另有新欢了。2005年 SpaceX 提出了猎鹰9号火箭的最初设想，这款火箭其实是猎鹰5号火箭的放大版，1级使用了9台梅林发动机，而2级使用了1台真空版的梅林发动机。这和现在的猎鹰9完全一样，只不过在当时设想的猎鹰9 1级发动机的排列方式是9宫格式的，而不是现在的同心圆。另外，当时预想的猎鹰9 1级火箭的回收方式也还是降落伞海面回收。现在猎鹰9的1级已经能够自主的在地面或者在甲板上降落了，回收后的复用准备工作会更少。对了，到这儿我还要多说一句， SpaceX 的火箭之所以用猎鹰来命名，是因为电影《星球大战》里千年隼号飞船。看来老马也是个星战迷。而猎鹰1号、5号和9号则分别代表了火箭上安装的发动机的数量。从开始到现在，猎鹰9号已经发展出 1.0、1.1、1.2、Block 4、Block 5
共5个版本。目前除了 Block 5还在服役外，其他的版本现在都已经退役了。猎鹰9号火箭在人类航天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，它是历史上第一种，也是目前唯一的一种1级火箭和整流罩都可以回收复用的液体火箭，推翻了运载火箭只能一次性使用的思维定式，彻底颠覆了运载火箭的总体设计思路。另外，它还依靠低廉的发射价格，彻底改变了国际商业航天发射市场的格局，确立了 SpaceX 的商业航天霸主地位。还处在方案阶段的猎鹰9号火箭，预计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是 9.5 吨，每次发射服务的估价是2700万美元，平均下来，每公斤载荷的发射成本是2842美元。咱们现在回头看，现在猎鹰9的运载能力是 15.6 吨，1级复用的猎鹰9号火箭的发射服务价格大约是4000万美元，每公斤载荷的发射成本大约是2564美元，这就已经把单位重量的发射成本降低到了当时预计的标准以下了，这还没考虑物价上涨的因素。如果不考虑1级火箭的回收和整流罩回收，自从2010年6月4号猎鹰9号 1.0 版火箭首飞以来，一共进行了431次发射，其中427次取得成功，有2次失败和2次部分成功，成功率呢超过了 99%， 这才是真正的遥遥领先。说完了发射，我们再来说1级火箭的回收。猎鹰9号的1级的回收方式主要有3种，早期的猎鹰9号的 1.0 版和部分的 1.1 版使用的是降落伞加海上回收的方式，但是后来发现采用这种回收方式回收的1级火箭，如果想要复用，需要进行大量的检查和更换工作，因而后来的回收方式就改成了垂直陆上回收或者是垂直海上回收。我们现在最常看到的发射星链卫星的猎鹰9号的1级采用的就是垂直海上驳船回收。从2015年到2024年年底，猎鹰9号火箭总共进行了370次回收，其中只有4次没有取得成功。1级火箭能够回收复用，是 SpaceX 能够大幅降低火箭发射成本的最重要的原因。说完了1级火箭的回收复用，让我们再来看看整流罩的回收复用。SpaceX 从2017年就开始尝试回收整流罩，经过多次实验，终于确定了现在整流罩的回收方式。整流罩在返回大气层后打开降落伞，而等待在海面上的回收船则会在整流罩降落的下方张开一张大网，用大网来回收整流罩。整流罩的回收又能为马斯克节省数百万美元，是降低发射成本的有效助力。除了1级回收复用和整流罩回收复用，马斯克其他的降低成本的手段还包括了优化设计、简化结构和批量生产。正是通过这些手段，才使得 SpaceX 的火箭报价能不到同行的 50%。 我们这里要注意的是，这里仅仅提到的是 SpaceX 的发射报价，我们并不是在说它的发射成本。事实上，我相信尽管 SpaceX 的报价还不到同行的 50%， 但它的利润却有可能远超同行。我想这就是 SpaceX 能够成为商业航天霸主的主要原因吧。所以如果真的有哪家商业火箭公司想和 SpaceX 在火箭发射上展开竞争的话，面临的考验将会非常艰巨。在节目的最后，我想请大家注意屏幕上的表格，在这儿显示了 SpaceX 所取得的部分成绩。我想不管多少个世纪之后，在人类的航天史上， SpaceX 肯定会有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看，请您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能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。同时也欢迎您转发、评论、点赞。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